Hello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频道。在加拿大呢，每个人每年4月都不会忘记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那就是报税。这马上又到了报税季了啊！你有没有跟你的会计师预约啊？今年的报税截止日期呢是4月30日。今天我这个视频呢，不是手把手教你怎么报税，这应该交给专业的会计师去做啊。我今天主要是想跟你分享几点，即使是老移民可能也会混淆的一些概念，比如什么条件就属于税务居民啦，太空人怎么报税啊？海外资产多少钱就得申报啦？新移民何时报税啊？小孩要不要报税呢？如果以上我说的问题呢，有你不明白的，那就跟我一起往下看吧。我先介绍一下加拿大税法的基本情况啊。在加拿大呢，报税是需要个人进行申报的，也就是一个人填一份税表，先生一个，太太一个，小孩一个。有些国家呢是可以家庭申报的，比如美国，但加拿大呢是一个人填一个报税表。那么小孩多大需要报税呢？只要小孩收入高到一定条件就要缴税。比如啊，哪怕1岁的小孩，他的爷爷奶奶呢给他的原居地用小孩的名义买了房子，那么小孩呢就拥有海外资产了。小孩呢就也需要申报自己的海外资产了。小孩如果没有收入呢，就要满18岁或者上大学的那一年就开始报税了。因为上大学呢有学费，可以以后用来抵税。如果是18岁报税，隔一年呢满19岁的时候呢，政府有 GST 退税给你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全球收入和税务抵扣。报税的时候呢，在加拿大全球收入都要报税。比如你在中国呢有5万加币的收入，那在报税的时候呢，应该和加拿大的收入一起加起来计算报税。但如果你在中国的收入呢已经扣掉了比如1000加币的税，那在加拿大呢，如果你要总共交5000加币的税，那最终呢你在加拿大交的税呢就是5000减去1000，也就是4000的税。美国和中国呢也是这样的，全球所得税都要申报的，中国台湾也是的，中国香港不用。加拿大没有遗产税跟赠与税，在加拿大呢，收到遗产和赠与呢是不用交税的。上一代过世了，房产价值300万加币是不用交遗产税的。但是啊，虽然加拿大是没有遗产税的，但是有些其他的费用和税务要缴纳的，比如还是这个300万加币的房产啊，虽然没有遗产税，但是在加拿大呢，每人离世的时候呢，名下所有资产都视同走之前那一天的市场价值卖掉，增值部分的一半呢，要放到当年的收入里边上税。就比如说啊，一个人50岁买了100万的投资房，85岁离世了，房子价值300万，那么300万减去100万加币是200万，200万的一半呢，也就是100万加币呢，是要作为增值部分缴纳税款的，要缴纳53万的税。当然自住房呢是可以免税留给继承人的。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父亲从中国打了1000万到你的加拿大的账户呢，属于赠与也是不用交税的。但如果 CRA 查你的话呢，你要说明来源啊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加拿大的税率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税率表啊。我已经把 BC 省的税和联邦的税加在一起了。我们先看最普通的薪资、利息和房租收入的税率。加拿大税率呢是累进的方式，收入越多税率越高。最低税率呢适用于收入在42184以下的 20.06% 的税。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免税额，最低税率呢就是 20.06%。最低税率呢也真不低啊！当你的收入超过222420加币的时候呢，你的税率就是53.5%了啊。7、8年前的时候呢，最高税率呢只有43%左右。现在这个最高税率呢，是你的收入超过了222420以后呢，政府拿的钱呢比你还多。这个税率表呢只是 BC 省的实用税率啊，有的省比这个高，有的省比这个低。大部分加拿大省份的最高税率呢都超过了50%，东部的几个省份呢比 BC 省税更高，多伦多就比这边高。那卖房或炒股赚了100万，增值部分的50%要缴税，所以就是50万作为应税收入，税率是53.5%，也就是267500块钱的税。这个表就等同于100万加币乘以26.75%，就是267500加币。现阶段的政策呢是资本你得到50%需要扣税，但是以后呢，政府有可能会调整这个比率，有可能会调整到75%。政府的税率呢是在联邦预算宣布的时候调整的，一般是每年的2月或3月宣布调整。那么到底谁是加拿大税务居民呢？留学生是加拿大税务居民吗？拿到枫叶卡了就是加拿大税务居民了吗？实际上啊，税务居民的身份呢取决于您与加拿大是否存在居住关系，与您的居民身份呢并无直接关系。和加拿大建立税务关系的主要因素呢有配偶、孩子、住处、
就比如您的媳妇儿和孩子住在这儿啊，或者有房子，你就是税务居民了。还有就是视同税务居民，无论您是什么身份居住在加拿大，只要在加拿大1年内住满183天，就被视同于税务居民。比如你以旅游者身份过来，住了10个月，那税局可能就说你是视同于税务居民了。那么新移民是移了民就要报税了吗？有人拿到枫叶卡住了2个月回国了，在国内住了2年才回来，那报税是你决定在加拿大居住后才报税，不是拿到枫叶卡就一定要报税了。有人入籍呢，成为加拿大公民了，那如果加拿大没有房子，家人也都不住在加拿大，那么你就不用报税，因为你和加拿大没有居住关系。但是啊，即使没有居住关系，这边呢也有人是因为个人税务或者财务上的需求，自己想报税，从而得到一些利益，这个大家心知肚明啊。换句话说吧，如果你不是税务居民，那么你在加拿大开设银行账户的时候呢，就应该以外国人身份开通，也不应该有医疗保险，不应该有加拿大驾照，不应该有孩子的牛奶金。那么太空人要不要报税呢？有些因为工作关系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，但同时呢也是其他国家的税务居民，比如他的孩子住在加拿大，先生因为做生意在加拿大、中国两边飞，那么先生就同时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和加拿大的税务居民，两边都要报税。有些国家之间呢会签一些税务协定，协定决定你该为哪一个国家报税，以避免双重缴税。加拿大呢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签，包括中国、美国、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等。税务协定中有几个因素是决定你到底在哪报税的，包括永久性住所、重要利益中心、惯常生活居所和国籍。第一，我们看一下永久性住所啊，空中飞人呢，中国肯定有住所，加拿大呢也应该有，两边都有永久性住所，就要看第2点了，重要利益中心，看这个人的主要经济中心、个人关系在哪儿。中国如果有工作、投资、亲戚朋友呢在中国，在加拿大是有太太和孩子，那么这个人的利益中心呢是什么，也不能绝对的去说哪边比重大，就要看第3点了，就是长居地。如果11个月住在中国，1个月住在加拿大，那他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，在加拿大就是非税务居民，那么就不用在加拿大报税，海外资产呢也不用申报。那如果这个人呢是两边各住一半，加拿大住半年，中国住半年，那就要看第4点国籍了。如果是中国国籍呢，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。那有些国家呢允许双重国籍，最后由双方的税务机构协商决定在哪里报税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海外资产申报。海外资产申报呢，主要有4个表格要填 ：T1135、T1134、T1141和 T1142。今天呢，主要讲一下 T1135。那有些人不知道啊，超过10万加币的海外资产就要申报了，包括股票、现金、存款、房地产等。计算方法呢，是税务居民在年中的任何时间，只要持有特定海外资产的总成本额超过了10万加币，就必须填表报税。比如5万的现金、7万的股票、1000加币的存款，虽然单独每一项没有超过10万加币，但是加起来呢有超过10万了，每一样都要申报。还有一点是要注意，是任何时间超过10万加币，所以即使你在年底没有超过10万，但是在5月呢，你有那么几天超过10万了，那么就要申报了。那么成本额是怎么计算的呢？成本额就是购买价和相关支出的总额。若海外资产在成为税务居民前呢已经取得，成本额呢就是在成为税务居民当天的市场价值。比如如果是房产啊，就不是按你购买价计算了，是按你的市场价计算了。比如你买房的时候呢，房价是100万加币，你成为税务居民的时候呢是150万加币，你报税当天呢是200万加币。那么报税的时候呢，就是150万加币来计算的。那么这里我再提醒一点啊，不是所有的海外资产都是需要申报的。比如你自己居住的房子，可能是给父母住，或者是一个自己偶尔会去住的度假屋，或者是用来做你自己生意的。通常需要报的呢是出租房。海外资产呢是每年都需要申报的，不是只有第1年才申报。看到这儿了就帮我点个赞吧，没有订阅的加个订阅呗。那么您应该申报个人所得税吗？如果你有以下情况之一呢，是应该申报个税的：有应缴税款，有财产交易，比如卖房，自雇所得超过3500加币，想申请孩子的辅助金，就是牛奶金，这是按月给18岁以下的孩子发放的。每年最高额度呢是6岁以下的孩子是每人6833加币，6到17岁呢是每人5765加币，这也不少啊。你算算，如果你有5个孩子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哇，
那你的牛奶金呢就有2-3万加币了。而且牛奶金呢是不用缴税的，报税的时候呢不用报。申请这个津贴呢，夫妻2人都必须报税，因为是根据家庭收入来计算的。如果夫妻2人总收入超过了32028加币，你的牛奶金呢就会按收入比例递减。每年7月会调整牛奶金，如果你4月没有报税，你牛奶金呢7月可能就会被停掉了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你需要报税，要申请 GST、PST 退税。如果你报税了，就有 GST 退税。19岁以上单独报税呢，最多可以获得退税299加币。如果有孩子，每个孩子会多157加币，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。夫妻其中1人领取。申请 PST 退税呢，要满足至少以下一个条件：19岁以上，或者是有配偶或同居的伴侣，或者是父母。每人最高可以领取75加币，也是按收入递减的。那么要申请或领取 GIS 津贴的时候呢，也要报税啊。GIS 是补贴在加拿大居住的低收入老人的，申请人呢必须符合领取 OS 老人金的条件和年收入的限制。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多了解一下。如果除了 OS 没有收入呢，每人每月最高可以领取 OS 和 GIS 共1584.08加币。报税呢，除了帮你领津贴，在申请枫叶卡续期和申请入籍的时候呢，政府呢也都是要看你过去的报税记录的。那么什么时候申报税呢？个税呢是在每年的4月3日之前，如果有自雇收入呢，每年的6月15之前报税。如果不能及时报税呢，罚款是应付税款的5%，加上每个月1%的利息，利息是5月1号开始计息的。关于申报额呢，以下我列出了几个主要的申报收入，有工资、退休金、股息、利息、租金、财产交易获利、自雇收入。不需要纳税的收入呢，有 GIS 补助金、孩子的牛奶金、资产继承与赠与、乐透中奖。你像是乐透呢，如果在美国是要交税的啊，在加拿大就不用交税。好啦，这就是我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哦。欢迎关注我的同名原创文章微信订阅号，这是我最近开始做的小红书。如果你想咨询移民呢，我也在跟一家具有加拿大本地持牌移民顾问的公司合作。我们的持牌移民顾问呢，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留学移民的靠谱方案。岁月静好，环看静香，生活明朗，万物可爱。我愿与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使用信息。总有一天，让我们相聚于北美大陆。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下期见啦！